当那锅红亮的麻辣锅底咕嘟作响，热气蒸腾而上，仿佛自带 BGM， 瞬间点燃了整个餐桌的激情。无论是雪花肥牛、鲜或活虾，还是吸饱汤汁的豆腐，只要轻柔地投入那沸腾的红油当中，就像被施了魔法，每一寸食材都瞬间裹上了快乐的战袍。那种麻辣鲜香在舌尖炸裂的瞬间，不仅仅是味蕾的狂欢，更是一股暖流直冲心底，让你忍不住大呼过瘾。再遮上那香气四溢的油碟，清爽解辣，又将麻辣的层次感推向极致。这一刻，烦恼尽消，只剩下纯粹的超级饱腹的极致愉悦。难怪有人说，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2顿，因为这锅里藏着的是治愈一切的人间烟火气。从小到大，我拍照时都喜欢微笑，不知道是不是太含蓄了，给我拍照的人都要补上一句笑一下，然后我也笑着说我笑了啊。在别人看来是似笑非笑，在我自己看来是蒙娜丽莎的微笑。这就好像现在我先生会冷不丁地拍我的背，不要驼背。没有啊，我就很莫名，我以为我已经抬头挺胸，但是在别人看来很没有精神，很不自信。如果自己的意志力改变不了我的仪态，那就借助下外力吧。贝里森的这款背心拥有姿势矫正的专利设计，肩胛弧度双倍推撑，腰部26度弧度贴合，腰带不侧腰，如同一双温柔的手坚定的轻推背部，手感也十分轻巧，就算夏日穿在身上也毫无负担。背心的穿戴也非常的简单，调整背带，调节腰部包裹性，调整背带到舒适的位置，调整释压肩带位置，穿戴完成。我感觉我的肩背被自然打开了，自己也能感受到这款背心的帮助，身形可以自然挺立，整个人也从没有精神变得更加端庄。现在我每天开始穿2个小时，身体慢慢的习惯展开。Hello， 欢迎来到Angel 周周的频道。来台北生活4年多，发现台北真的是有太多的火锅店了。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大夏天一定要开着很强的冷气，然后吃着一锅很热腾腾的火锅，那感觉就是要反差很大，就感觉特别的爽。不瞒大家说啊，我吃火锅其实算是比较清淡口味的，就算是在上海我也很少吃那个鸳鸯锅，基本上是点那种最清淡的锅，如果调味料就是葱加醋加蒜，对，就是这么简单。认识先生之后稍微复杂一点，就是加上了这个沙茶酱嘛。那正式吃这个鸳鸯锅或者说是川味的这些麻辣火锅，这个第一次其实也是发生在台北。我觉得呢，多多少少因素呢，就是我产后开始呢，我就比较喜欢吃一些麻辣口味的，这种云雾缭绕的感觉啊，云雾缭绕，拍的全是一股雾气，仙境啊！一盘燃面，猪肉的，加一头面，食物的美味在于层次。放在一起吃。我也特别去研究了一下，人生到了这个阶段，反而比较开始想尝试这种麻辣口感的，这可能就是跟我们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一种满足很有关系。辣椒里面它这个辣椒素呢，它就是会刺激到我们的口腔还有我们的食道，让生理上感觉到一种疼痛感。那这种疼痛感呢，刺激我们的身体自己分泌出一种内啡肽，它是一种天然的镇痛剂，就类似于吗啡，让我们开始经历一种痛并快乐着的这种感受啊。就是我自己很喜欢吃的那个麻辣的口感，然后身体开始排汗啊，会让我有一种很畅快的感觉。而特别就是在夏日这个环境里面呢，因为台湾的湿度很高嘛，那我觉得在吃麻辣排汗的这个过程当中，我都能感觉到就是我精神很振奋。就我也在想，为什么是我产后开始就是喜欢尝试这种麻辣口感，因为它生理上它其实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释放的那种快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产后妈妈她其实某种程度上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产后抑郁，她透过吃辣呢，她真的就可以比较的放松，终于到了一个就是
有很多背负很多使命的中年阶段，也常常需要一些压力释放的出口，那我觉得麻辣锅就成为我们的一个选择。有烧高粱酒，酒香留住，薄如蝉翼的五花肉与小黄瓜，在夏日是非常爽口的一道菜。那我想请问一下我的观众，大家喜欢吃麻辣火锅吗？因为我看到台北真的有很多很多的锅，不乏这个麻辣火锅哈。那大家喜欢的原因，自己觉得是说本身很爱吃辣，还是也跟卓卓一样，吃完了有一种很释放的感觉，然后下次可能就是对于辣的那个挑战度就会想要更高，让自己有更大的那种愉悦感。从这个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角度来讲呢，为什么就是我每次吃完，如果我吃太多了，的确我第二天我这个肠胃会不太舒服，甚至就是我的脸上开始冒痘痘。但是就是这样子，大概过了一段时间，我恢复的差不多呢，我心里又痒痒了，我又有点想试一下这个川味的麻辣火锅了。另外我虽然没有去过四川哈，也没有吃过这个正宗的川味火锅，那我认为这个川味火锅到了台湾还是有一些口味上的改良。有一点我觉得因为台湾人很爱喝汤，所以我相信它的这个麻辣度一定是有所调整的。比如说我去点那汤底的时候，那个店员就会有推荐那个酸菜锅，就是他说喝起来很开胃。那喝汤的这个习惯也融入到火锅的这样一个饮食文化里面。那对于喝汤这件事情呢，我真的是被我先生影响的。也就是我来了台湾之后呢，只要我去公公家吃饭哈，我公公不管是中午晚上，他一定有一锅汤是在那个餐桌上的。但在我的原生家庭里，这是很不多见的。就是你可以想象我的这个老爹哈，口音很重的这位乡音味很重的老爹，他的饭碗是可以干到就是那个饭都粘在那个碗上，要用那个筷子这样用力扒下来的，就是吃到那么干，然后你看他嘴巴都很干了，然后他都没有说我要喝汤，甚至就是说我们家就不会想到要喝汤除非就是妈妈生前的时候有煲鸡汤的习惯嘛，就是除此以外我们家是没有什么喝汤的习惯。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到台湾以后，我好像也开始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会喝下汤哈。另外一点，我自身我们家很爱吃火锅，也是因为就是有2个小的嘛，那就是带他们出行的时候有火锅，真的相对来说我们觉得还挺方便的，因为就是可以有不同的蔬菜呀、适当的肉或者是海鲜，就是把它们一起按照一个比例煮好以后给孩子吃，就感觉一餐好像就吃得很满足。甚至我上次跟一个也是陆配的朋友，我们怎么认识呢？就是他的孩子之前跟我们孩子是上一个幼稚园，然后我们就这么偶然的校门口碰到了，所以我们一起吃那次火锅呢，他就是跟我说，他说我今天中午就是跟你约了吃火锅，这样我晚上就可以随便打发一下，就是不用刻意的去吃什么。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这吃火锅可能也意味着是不是就是我这一餐吃了顶我一天的那个热量啊。所以这点我也想问问观众，大家是不是也是同样的想法，还是说吃火锅你可以吃得很适量很节制，而不影响下一餐的进食呢？挑战徒手夹虾滑。来了，弹。甜甜的。干杯，羊肉。有点麻麻的感觉。把腐竹卷起来叫腐竹卷。好软。
那影片到这里呢，我也想询问一下我的观众们，那你们平时大概多久会吃一次火锅呢？哪些火锅会是你们的偏好呢？大家喜欢吃那种个人的小火锅比较多呢，还是可以接受那种一大群人在一起吃那个鸳鸯火锅？或者是有什么特色的火锅店是卓卓还没有发现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给我留言推荐哦。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吧，不见不散，拜拜喽。